这日端午，一早起床，魏无羡便说要上木棉山洛神庙取50水，拉着蓝忘机出门时，还不忘往怀里塞进2颗蛋。姑苏洛神庙位置偏僻，还建在山顶，多数人被午时烈日一照，早歇了登高的念头，两人正可仗着御剑飞快的优势直达目的。洛神庙果然空无一人，魏无羡跃下灵剑，也不进庙，拿木盆接了山泉，直奔庙后方的观景台。蓝忘机走上观景台时，一盆清水搁在烈日底下曝晒，而魏无羡正收手，鸡蛋已经立起第一个，蛋立在狭窄的栏杆上，风吹必倒，可见魏某人对自己手艺信心爆棚。魏无羡笑眯眯地往蓝忘机手里塞了另一个蛋，后者从善如流出手，于是两人便并排站在观景台唯一一片窄屋檐下，望着迎风而立的2枚鸡蛋以及曝晒的山泉。魏无羡道：你们家的粽子包什么馅？蓝忘机道：塑料、豆干和萝卜干。他看着魏无羡，表情从困惑变化到惊吓，从善如流地问道：云梦的粽子是如何？魏无羡像悲琴谱那样说唱了一整串：3层五花肉、咸蛋黄、栗子、虾米、花生、香菇。魏无羡重申：我不喜欢萝卜。天气说变就变，见乌云涌来，魏无羡立刻上前收了山泉水，蓝忘机大袖一挥，2颗栗蛋便入了袋。你说这老天怎么就不给面子呢？魏无羡坐在遮阳亭里，将曝晒过的泉水往预备好的水袋里灌注。50才1克。远方天空轰然爆出雷鸣，魏无羡没边没际的喋喋不休戛然而止。他蓦地回过头，看着云层涌动聚集，阴气的眉峰微拧。昨晚观星象，今日将有雨。蓝忘机准备周全，自乾坤袖中取出一把油纸伞。哎，我是怕淋雨的人吗？魏无羡毫不介意地笑出来，旋即又收得一干二净，眉头仍然蹙着，想着别的事。蓝忘机便站在他身旁，也不出声催他。说来也奇怪，魏无羡没头没脑地说：小时候看到下雨都很兴奋，长大之后人就会慢慢不往雨里跑，为什么呢？他收拾杂物起身，与蓝忘机并肩站着，看庭外忽然倾盆大雨。昨天金陵捎来不少云梦粽子，分给弟子们了。魏无羡望着前方，上次碰到这种雨势是在云平吧？这样的节日思追都会去找温宁，合乎情理。他们会到乱葬岗祭拜。蓝忘机沉默，抬起手按着魏无羡的肩膀。很久以前，在乱葬岗的时候，我梦过你在哭。魏无羡觑着蓝忘机的脸，见对方没什么大反应，才继续说：听学那时候，我从来不曾见过你露出板着脸以外的表情。魏无羡咕哝道：直到屠戮玄武洞才见到。他望着天空，闪电映亮他俊俏的面容，电流冷光下显得脸色略苍白。蓝湛，你这个人啊！他当时惊讶又尴尬，自诩能把女孩都哄好的云梦大师兄，却对着一个人的眼泪手足无措。梦里的乱葬岗天空一片灰暗，阴气浓厚，导致终年雨云积聚。他看见蓝忘机站在冰冷的大雨中，无声的流泪。明明到处都是水，他却明白蓝忘机在哭，仿佛天空降下的雨都是泪。醒来时，乱葬岗的天空跟梦里几无二致。魏无羡仰头看着蓝忘机，口中说着不明白，黑眼睛里却溢满着透彻。你喜欢我很久了。魏无羡自言自语，而我从未察觉。他低头自顾自地笑，用脑袋去蹭蓝忘机的胸口。我也喜欢你，我竟然也搞不清楚，老天都看不下去。蓝忘机处在原地，随魏无羡蹭他，用下巴，用额头，用肩膀，用手，用脚，用腿，用嘴唇，蹭到忍受不住，便将人一把抓住，塞进怀里。魏无羡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心若磐石，可以孤身一人，现在他认为当初真是傻了才这么想。我怎么就这么笨呢？魏无羡极其遗憾地喟叹，把下巴靠在精致的云纹布料上，发出啧啧的声音。蓝忘机看着他，良久，用很温柔的声音应了一声那个字卷在舌尖，尝起来都像甜的。雨天容易勾起回忆，心急如焚的时候，脑子里会一片空白。蓝忘机甚至完全不记得自己当初怎么拖着重伤未愈的身体，独自御剑飞到乱葬岗。但他记得
那日乱葬岗上空天幕阴沉的像被诅咒，绵绵细雨不断降下，却浇不灭四处燃烧的茅草屋。当时他像掉了自己的心脏那样，失神满地翻找，慌不择路的徘徊，才会在树林深处即将烧毁的枯树干中听见幼儿的啼哭。幼童失温的皮肤比雨更冷，让蓝忘机一下子清醒过来，人命只有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。乱葬岗每下一场雨，他就会失去更多东西。若不是后来有魏无羡在身边，他也极度不愿踏上那片地。魏无羡没头没尾地说道：“我实在庆幸。”蓝忘机也没头没尾地应答：“我也是。”然后他们莫名其妙的莞尔，现在一起做的事都会成为往后的回忆。他们在观景台的围栏前站着，魏无羡站姿歪七扭八，手伸出木栏外，有一搭没一搭接着落雨，嘴里说着那些不怎么重要的闲事，耗着时间等雨停。但魏无羡根本不在乎下雨，他以前住在云梦，看到下雨只想冲出去玩耍，仿佛生来就被点错生肖，应当属于。而蓝忘机一直看着魏无羡，也不知有没有在听，只觉天地间被水汽包围，他的目光无法从魏无羡噙着笑容的嘴唇移开。水声淅淅沥沥，青年笑意盈盈，仙君从容沉静，只有目光灼灼。雾蒙蒙的雨幕下，观景台栏杆边一黑一白的人影逐渐靠近。雨下了2个时辰，终于停了。魏无羡还露出意犹未尽的惋惜表情，不自觉舔了舔唇。蓝忘机的手还按着他的后腰，见状欲再俯身，魏无羡却笑了出来。他抓着蓝忘机的手晃了晃：“蓝湛，再不下山要天黑了，我们这个点回去，大抵还能吃到粽子。”蓝忘机明明卑贱，却不提醒他，只随他漫无目的般往前闲步。魏无羡坏笑：“我昨天看见你去厨房了，想来我今年的粽子没包萝卜馅。”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：“我昨日也见你进厨房。”他停顿片刻，又道：“思追、锦仪和另5名弟子昨晚找了加衣。”魏无羡掂量着手中水袋，理直气壮道：“50水可强身健胃，回去各分他们1杯。”蓝忘机很轻地出了口气，似是无奈，才听魏无羡心虚道：“不辣的，只做了1个。”青石山径2旁的花树被水洗过，翠得鲜艳。天空云层逐渐散去，几缕日光透出，映得前方路途一地碎滑。魏无羡夜猎忙碌，经常晚睡多饮酒，还趁蓝忘机不注意时，带云深小辈上馆子，吃重辣，啃油炸鸡翅膀，饮食不均衡。这么干的多了，莫玄羽的娇贵孱弱身体受不太住，秀逸的鼻尖就冒出了一颗豆子，红彤彤的，用指尖压一压还疼。蓝忘机无奈，带魏无羡去找家里熟悉的大夫。老中医对魏无羡叨叨：“小子，别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好，睡眠少又重口味。”“好的好的好的。”“我开2帖退火气的药汤，韩光君盯着他每天喝。”“啊，药汤很苦，可否免了？”“让你小子知道教训，你知不知道炸鸡翅吃多了会让你脸上多出什么？”“笑容。”